大熊财力超越小夫了，送胖虎一个棒球场，送小夫一个真人 PK 游戏，可却没有送蓝胖子礼物。这么可爱的猫猫，怎么就没人关爱呢？小夫不愧是富二代，自行车都是意大利进口货，从用料到设计都是顶级配置，还是专为他那1米高的大高个量身定做的，这让大熊羡慕嫉妒恨。其实他不是没有自行车，只是又旧又破而已。不止大熊一个人有无论如何都想买的东西，老爸要打高尔夫比赛，老妈要参加同学聚会，然而用了10年的球杆和老气的衣服根本拿不出手，看来自行车是没戏了。巧的是，蓝胖子也有同样的感慨，自顾自吃铜锣烧去了，留下了一本全商品目录。大熊翻开一看，各种未来商品琳琅满目，无论是速度还是功能，都吊打小夫那辆的自行车，正是大熊想要的。话音刚落，自行车砰的一声送到了，这可比顺丰快多了。大熊又试着给老爸来了套高尔夫球杆，当然老妈的衣服也不能忘记。大熊难得见一回笑，心情大好，带着商品目录骑车出门。相比大熊的自行车，小夫的就太 low 了，上个坡都不利索，直接被大熊秒杀。大熊现在可是骑车都带风，迷得胖虎和静香都睁不开眼。这样的好东西，某宝上可是买不到的，得用未来商品目录才行。大熊还没说完，商品目录就喜闻乐见的被抢走了。胖虎买了个棒球游戏室，比现在的 VR 还要牛逼，100%还原球赛场景，几乎让人分不清游戏和现实。小夫则正相反，他买了个让奥特曼和小怪兽在现实中 PK 的游戏，拳拳到肉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真实，未来的洋娃娃都跟活的一样。静香买的小马波尼能跑会跳，帮大熊成功博得女神好感，其他小伙伴们也都按耐不住了，排起长队把大熊当财神。做完好事神清气爽的大熊骑着车四处溜达，蓝胖子一撞见他就傻眼了，看大熊当了散财童子还很自豪的样子，蓝胖子气得一发嘴炮把他从车上掀了下来。这本商品目录是心里想就会买下来，商家也不是做慈善的，大熊不仅要付钱，而且金额高达500万日元，还不能退货，如果大熊不付就要被当成诈骗犯抓进局子了。大熊想象着自己被抓捕后家庭破碎，牢狱终身的惨状，立马吓哭了。按他1个月500日元的零花钱来算，想还清这笔钱得要834年。听过坑爹的，却没听过还有坑曾孙子的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黑衣人找到大熊家，被老妈当成骗子打出了家门，在和他对上眼神的一瞬间，两人撒丫子就跑，没想到黑衣人居然还会轻功，大熊踩脚踏板踩的脑壳都快炸了，距离却越来越近。大熊心一横，按下了龙头上的按钮，自行车长出弹簧弹了起来，这下大熊自己都不知道往哪逃了，一个劲儿的在屋顶上瞎蹦的。黑衣人又追了过来，大熊再次加速，自行车竟然在空中散架了，从40米高空坠落的俩家伙竟安然无恙，直接开始磕头求饶。没想到对面做出了一样的反应，原来这款自行车在最大速度时会自动解体，正是因为有这个缺陷，黑衣人才要来回收产品，以免影响公司声誉。作为封口费，其他东西也通通免单。这下轮到蓝胖子哭了，送给别人那么多商品，就不知道给你家胖子买点吗？蓝胖子口袋中有那么多宝贝，小伙伴们最想要哪一个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和老爸早上还做顿饭，差点把自己给做熟了，晚上就成了做出满汉全席的10星级厨师。敢问读的是挖掘机学校吗？电视上正在播放母亲节的采访节目，老妈却失望地关掉了电视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期待只会失望罢了。然而当他走进厨房准备做早饭时，大熊和老爸早就穿好围裙等着了，今天他们要为老妈做饭。想来想去，两人打算做日式料理，一下子闲下来的老妈反而不适应了，说什么都得去看看。蓝胖子见状赶忙抢先去了。厨房里，大熊切萝卜比锯木头还费劲，老爸也没好到哪去，电个锅都能把鸡蛋糊脸上，烤箱里的鱼也焦了，真是有妻子必有其父。实在看不下去的蓝胖子把大熊单独叫走，给了他一个戴上之后就能自动做出美食的料理徽章，老爸当然也得佩戴上。大熊一说出要做日式早餐，徽章就发出了玛丽苏七彩光。大熊切萝卜的技术直接飞跃到新东方大厨级别，老爸烤条鱼都像在做艺术品，还有玉子烧和蔬菜沙拉，这一顿早餐营养可谓是相当全面了。经过老妈和蓝胖子的认证，味道也是极品，害老爸都以为是自己有料理天赋了。见老妈吃得开心，老爸对午饭也是斗志满满。在收拾碗筷的时候，老爸想到了关键的预算问题，冰箱里已经没有多少食材了，满打满算也就是那一桌子了。见他俩头疼的样子，蓝胖子又拿出了2个料理徽章，因为增加数量的话，就可以自动想出现有食材可用的食谱了。果然，老爸刚说想做意大利午餐，徽章又一次发出了炫彩变身特效。大熊把西红柿的瓢单独挖出来，
过滤后加入奶和盐，还有胡椒调味，最后放上装饰，西红柿冷汤就完成了。至于挖空的西红柿，加入沙拉后，就成了好看又好吃的西红柿沙拉杯。老爸也不甘示弱，把年糕切片下锅煮软后，用勺子压成饼，再铺上番茄酱和各种配料，就做成了口感独特的年糕披萨。接下来还有饺子、炸薯片、千层面，可让蓝胖子心疼的不要不要的铜锣烧、提拉米苏。这顿意大利午餐真是把现有食材运用到了极致。头一回看到年糕披萨的老妈都自带闪亮大眼特效了。不管哪道菜都是那么美味，老妈丢失多年的少女心都回来了。至于蓝胖子最爱的当然是铜锣烧、提拉米苏了。又到了洗碗环节，为了让老妈更高兴，大雄想要更多的料理徽章，好做出真正奥义级的晚餐。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蓝胖子二话不说掏出了一把徽章，这下大雄和老爸都成了10星级厨师，又想做出究极晚餐，又想不花钱。大雄和老爸话音刚落，就变成了光，消失在空气中。蓝胖子吓得手脚并用，跳上了桌子，神仙飞升了。大雄和老爸先是出现在了法国的森林里，捡到猪挖出来的松露后，又瞬间移动到了海里，细提澳洲大龙虾，而后又得到了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奶酪，接着是钓上来比人还大的剑鱼，还要爬到悬崖上去掏燕窝。为了得到更多食材，又先后被鸵鸟、鳄鱼和蜜蜂、黑熊追杀，最后做出来的料理也是一等一的山珍海味。老妈甚至决定把以后做饭的活都交给这对父子了，却不曾想这俩人是用命在做饭。小伙伴们在母亲节都会送给老妈什么礼物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能让胖虎哭的女人只有2个，那就是虎妈和他得不到的妹子。为了帮他脱单，大雄要让胖虎成为10秒真男人。大雄百米冲刺跑回家，终于赶上了《枪手的荒野》这部剧。帅气的枪手在打倒敌人后，面对少女的请求，只留下一个不羁的微笑。这个场景属实把大雄给帅到了。可老妈偏要在最精彩的时候叫他写作业。大雄模仿男主的范儿，不仅没成功，还被老妈送上头顶大爆一个。蓝胖子看到大雄自觉写作业都惊呆了，还以为他脑袋有问题。得知大雄的行为之后，就不觉得奇怪了，毕竟他一点男人味都没有，和枪手正好相反，人不狠，话还特多。见大雄被戳到了痛处，蓝胖子拿出了一罐人情味调料，设置成男人味，让大雄给他撒上。一道绿光过后，蓝胖子整个都浓眉大眼了，叫人写作业都那么帅，可惜撒一次只管10秒钟。大雄撒上之后，也是画风都不一样了，蓝胖子一副差点被掰弯的样子。大雄又撒上屌炸天，就要把道具占为己有。见蓝胖子还在犹豫，大雄给蓝胖子来了点傻白甜，他果然傻乎乎的让大雄把道具拿走了。出门前，老妈又来找大雄麻烦了，大雄赶紧给自己撒点男人味儿，就算是更年期的老阿姨也迎来了第2春，眼睁睁把大雄放跑了。大雄刚到空地，就看到静香又在跟学霸约会了，气得大雄偷偷飞到树上，给静香头上添了点料。刚才喜开颜笑的他，此时却冷漠无比，丢下学霸一个人走了，因为大雄撒的是高冷范儿。大雄正飞着，忽然听到了杀猪般的哭嚎声，胖虎居然会哭得那么伤心。原来胖虎昨天对帮他捡球的陌生女孩一见钟情，却不知道要怎么撩妹。不过在泡妞高手小夫看来，就胖虎那样撩了也是白搭。大雄和小夫明目张胆的嘲笑胖虎的下场，当然是被狠狠修理了一顿。大雄想到可以用人情味调料来帮助胖虎，作为示范，他先给小夫撒了点，小夫的男人味就溢出屏幕了。胖虎看了直呼赶紧给我用。胖虎在树下等着女孩，让大雄和小夫在树上守着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可是女孩都走过去了，胖虎还怂的一句话都不敢说。听了小夫的建议，大雄先让胖虎变成了飒爽风，一扫油腻肥宅的形象，浑身上下大写的清爽。见胖虎变回原形，大雄又加了点男人味儿，这回连声线都变了。女孩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心痒痒的小夫抢来调味料，把胖虎变成了傻白甜，和本人猛男造型极为不符的反差萌，简直可以用惊悚2字来形容。小夫又让胖虎成了人间沙雕，甩着鼻涕绕着弯跳扭屁股舞，还不忘来个隔空热吻。人家女孩本来就很害怕了，小夫和大雄狼狈为奸，让胖虎一会儿很 man， 一会儿又傻白甜，先是讨人厌，然后屌炸天。女孩还以为遇上精神分裂了，到手的妹子就这么飞了，罪魁祸首还笑得那么开心。气炸的胖虎非得送小夫和大雄下地狱不可，从树上打到树下，调味料全撒了。于是乎，蓝胖子找到他们时，就看到了极为诡异的场景。三人先是肥皂剧里的傻白甜，接着是少年漫的中二男主，画风一转又成了伦理剧里的恶婆婆，然后就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了，各演各的角儿。唯一正常的蓝胖子只能感慨，人情味丰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么多种人情味里，你最喜欢哪一种呢？